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缺席5场年底红毯，赵丽颖却悄悄走上了更大的舞台。一到年底，娱乐圈就像职场交工作报告一样，大型红毯活动一场接一场。尤其昨晚海口的星光大赏，堪称百花争艳，热搜榜单被各类话题霸占，热闹非凡。孟子义摔倒，张国立、张嘉译犯困，鞠婧祎、陈都灵送祖儿护家绿泡泡。这些造型亮点或者小事故，都掀起了不小的关注度。但有眼尖的网友却发现了一个细节：今年85花们集体缺席，尤其是赵丽颖，近段时间已经连着错过了5次大型红毯活动。有网友猜测，难道是赵丽颖嫌跑红毯太麻烦？这想法可就太小看这位85花劳模了。赵丽颖年前接连曝出的消息，也给粉丝们带来满满惊喜。圆脸的颖宝早已走上另一条路。红毯缺席背后的真相，说真的，今年的红毯少了赵丽颖，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亮点。要知道，她以前可是红毯常客，数十套顶级高定礼服加身，从 Ilisoc 到 Giambattista Valli， 每次亮相都能美出新高度。但从今年开始，尤其是下半年，她几乎彻底从红毯上消失。尖叫之夜没去，国剧盛典没去，搜狐时尚盛典、金鹅荣誉盛典也缺席。这放在以前，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。于是有网友猜测，难道是赵丽颖的时尚资源下滑了？其实这种可能性其实极低，因为就算人没到红毯现场，赵丽颖缺席的词条总能冲上热搜。这足以说明网友对她的期待值有多高，时尚圈对她的关注度也没下降。她只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更核心的事业上。对演员来说，曝光固然重要，但赵丽颖现在的段位早已不需要靠红毯刷存在感，完全能靠演技征服观众。5月份，赵丽颖带着新剧《在人间》重回大众视野。这部剧虽只有8集，热度却不输长剧。更关键的是，她在这部剧里不只是演员，还身兼出品人一职。从剧本打磨、选角到场景设计，每一个环节她都亲自把控，牢牢掌握主动权。除此之外，赵丽颖还亲自演唱了片头曲。这波跨界操作让网友直呼惊艳，忍不住感慨，还有什么是赵丽颖不会的？难怪她没空参加红毯，身兼数职的她要对作品负责到底。红毯只能带来短暂曝光，与其浪费时间在红毯争奇斗艳，不如沉下心打磨作品，这才是演员的立身之本。别人卷红毯，她早已悄悄走出国门。当其他女明星还在红毯上比美，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拉踩通稿时，赵丽颖已经悄悄走向了国际。在人间播出1个月后，就成功入围第24届翠贝卡影视节官方展映单元。这也是首部亮相该影视节的华语作品，足以说明赵丽颖早已走出国门，事业再上一个台阶。紧接着7月份，继范熙官宣了一则重磅消息，赵丽颖成为品牌全球彩妆代言人。有网友觉得这没什么值得炫耀的，毕竟范丞丞、虞书欣等新生代艺人也代言过继范熙相关产品。要是这么想，可就完全没 get 到这个代言的含金量。这次的彩妆线是独立运营的，赵丽颖是该彩妆线首位中国籍全球代言人，不是局限于某个区域的限定头衔。这个身份直接打破了继范熙彩妆线无华人全球代言的记录，可以说意义非凡。官宣海报里，赵丽颖留着利落短发，搭配黑色西装，眼神锐利又带着几分洒脱，完美融合了东方柔美与西方摩登，网友看了都忍不住直呼帅到腿软。但谁能想到，如今气场全开的大女主赵丽颖也曾有过窘迫时刻。因为脚太小，赵丽颖之前参加活动总找不到合脚的鞋子，只能穿着不合码的鞋硬撑。那个时候的她没有现在的干练帅气，却凭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圈粉无数。
有粉丝心疼她，还专门为她定制了一双专属鞋码的水晶鞋，当时也是让赵丽颖感动到泪洒现场。如今的赵丽颖不负所望，一步步成了内娱的顶流，手握奢侈品代言，从国内走向国际。她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有力，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也没有辜负粉丝们对她的支持和喜欢。新剧蓄势待发，实力派阵容拉满期待。除了国际影响力提升，赵丽颖的新剧也早已准备就绪，即将和观众见面。她的年度大戏原本名为《造成者》，现已正式更名为《大城小事》。前段时间，工作室放出了她的配音画面，短短几秒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。这部剧的阵容堪称豪华，除了赵丽颖和黄晓明两位主演，还有已故演员朱媛媛老师参演。三位都是公认的实力派，这部剧无疑是一场演技盛宴，让人充满期待。所以说，赵丽颖缺席红毯，从来不是因为时尚资源变差，更不是想隐退。她只是活得清醒，看透了娱乐圈的本质，流量都是一时的，只有作品和实力才是硬通货。作为新人时主演的《花千骨》，至今还有人反复回放。剧中的各类表情包今年更是再次出圈，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里的盛明兰，受众跨度极大，从小朋友到80岁老人都喜欢。今年赵丽颖更是挑战了两种从未接触过的题材，从奇幻剧里的多重人格角色，到现实题材中的基层干部，角色跨度之大让网友惊呼不已。她的身份也不再局限于演员，而是逐渐向出品人等多元身份拓展。虽然今年没在红毯上看到她的身影，但喜欢她的人始终在默默关注她的动态，而她也总能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年底娱乐圈最热闹的地方，永远绕不开红毯二字。灯光、闪光灯、礼服、高定、话题度，一场红毯往往能制造出数不清的热搜与讨论。而就在这样的节点，赵丽颖却连续缺席了多达5场年底重要红毯，没有艳压，没有同框，没有造型出圈，甚至连一张路透都很少见。于是质疑声随之而来，她是不是热度下滑了？是不是资源不如从前？是不是被时代抛下了？但当视线真正从红毯移开，去看她这段时间在做什么，答案反而变得异常清晰。赵丽颖并不是消失，而是把精力投向了一个更安静，却也更长线的方向。她不再急于用曝光率证明存在感，而是把时间交还给作品、角色和自我沉淀。对一个已经站在行业高位的演员来说，这种选择并不常见，却异常清醒。红毯的价值在于展示，而作品的价值在于留下。赵丽颖显然更在意后者。她深知热搜可以一天换一个名字，但真正能让观众记住的，始终是角色本身。与其在年底的红毯上反复亮相，不如把精力放在剧本选择、角色打磨和创作节奏上。她正在做的是一种减法，减少无效曝光，减少被动消耗，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最核心的事情上。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，赵丽颖并不是没有红毯邀约，而是选择不去。以她如今的国民度、作品积累和平台认可度，任何一场红毯都不会拒绝她。正因为如此，她的缺席才更耐人寻味。这不是被动退出，而是主动选择。她已经不需要通过频繁露面来证明我还在，她的存在感早已通过一部又一部作品深深嵌入观众心中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选择背后体现的是他对演员身份的重新确认。娱乐圈的光环更新极快，很多人害怕消失，于是拼命曝光，不断刷脸。但赵丽颖似乎已经走过了那个阶段，她不再被短期热度牵着走，而是更关注长期价值。她清楚地知道，真正决定演员高度的，不是某一年红毯站在第几排，而是10年后还能留下多少被反复提起的角色。缺席红毯的这段时间，他的名字却并没有淡出公众视野。相反，
关于他新剧、新角色、表演状态的讨论反而更加集中。这恰恰说明了一点：当一个演员的核心竞争力足够强时，曝光反而不必那么密集。他的安静并不是退缩，而是一种更有底气的前行。从更大的层面来看，赵丽颖的选择也像是在给行业传递一种信号。在一个被流量、数据和话题裹挟的环境中，演员是否还有权利慢下来？是否还能把重心放回创作本身？他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他并没有高调宣言，也没有刻意对抗规则，只是安静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走路。这种不声不响却异常坚定的姿态本身就极具力量。而对于观众来说，这样的赵丽颖反而更值得期待，因为她把最好的状态留给了镜头和角色，而不是红毯和闪光灯。她正在走向的是一个更宽阔的舞台，那个舞台不一定喧闹，却足够扎实；不一定耀眼，却能经得起时间检验。或许缺席的不是红毯，而是喧嚣；登上的不是热搜，而是更长远的路。赵丽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，演员的高度从来不取决于你站在哪里被拍照，而取决于你最终留下些什么。也想把这份思考送给每一位观众。我们不妨少一些对曝光的焦虑，多一些对作品的耐心，少一点急着下结论，多一点等待与理解。真正值得尊重的成长，往往发生在镜头之外。就像此刻的赵丽颖，安静稳步，却正在悄悄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。惊魂一刻，王一博温哥华攀岩失手坠海，全程无保护画面曝光。在斯阔米时挑战深水爆时的王一博，面对超高难度路线果断放弃，这是我能力外的冒险。从岩壁坠海的惊险瞬间到超市偶遇的烟火气，这位顶流明星用攀岩诠释着活着的感觉。目标就在那里，克服困难的过程才是生命的闪光。华人男星王一博在温哥华附近录制户外综艺节目时，挑战深水爆石项目意外坠海的画面近日曝光，引发大量关注。这档名为《探索心境》第2季的节目于上周播出，记录了王一博在 BC 省温哥华附近的斯阔米什 Squamish 进行的极限运动之旅。节目中，王一博体验了深水爆石这项刺激的运动。所谓深水爆石，就是在不使用绳索、保护器等任何保护装备的情况下，在俯瞰深水区的岩壁上进行攀岩，一旦脱落就会直接掉进水里。当天，向导特雷弗 Trevor 带着王一博和同伴瑞德 Ryder 前往豪湾 Howe Sound 附近的岩壁，他们一共挑选了3条不同难度的攀岩路线。前2条路线难度适中，王一博完成的很顺利，还挺享受这个过程。但当向导提出第3条难度更高的路线金裂缝时，王一博明确表示拒绝。我觉得这条线路是我能力以外的范围，所以没有那么想尝试。王一博在节目中说，他表示前面已经爬了2条路线，体力消耗较大，如果强行尝试必定会掉水。尽管同伴瑞德多次鼓励他试一试，王一博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判断。节目播出前，预告片中王一博攀岩时手滑坠海的画面曾引发热议。画面显示他在接近垂直的岩壁上攀爬时，突然惊呼哦，不，随后整个人从数米高处直接坠入海中，溅起巨大水花。这段惊险画面在网上疯传后，中国探险协会曾出面说明，这并非真正的无保护徒手攀岩，而是户外运动中的深水爆石，落水风险虽然存在，但相对可控。斯阔米什距离温哥华仅1小时车程，是北美最重要的花岗岩攀岩基地之一，与优胜美的约书亚树齐名，被全球攀岩爱好者视为终极梦想清单。节目导演曾执导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徒手攀岩的金国威 Jimmy Chin 评价说，斯阔米什是学习器械攀登的好地方，这里的攀岩风格和优胜美的很相似。今年8月录制节目期间，王一博还曾被温哥华网友在大统华超市偶遇。
当时他穿着白色 T 恤、黑色长裤，戴着米咖色棒球帽，低调地推着购物篮选购日用品，完全没有明星架子。这次拍摄是王一博与加拿大户外品牌始祖鸟 Arc'teryx 的合作项目之一。他在节目中挑战了烟崖岩场 Smoke Bluff Park 的多条攀岩路线。节目中，王一博还体验了趣味伐木竞技、飞盘高尔夫、海钓等活动。在画立式桨板时，他甚至幸运地看到了鲸鱼在海湾中游弋。对于为何热衷参加这类极限运动节目，王一博曾表示，攀岩的目标就摆在那，只要登顶就完成一个目标，而在不断寻找落点、克服困难的过程中，会让他获得非常强烈的活着的感觉。这一幕之所以让无数观众屏住呼吸，并不只是因为失手坠海的惊险本身，而是因为它真实、突兀、不可预演。镜头里没有慢动作，没有配乐渲染，也没有英雄式的剪辑，只有人在自然面前最原始的试探与失衡。王一博的这次攀岩并非表演性质的挑战桥段，而是一次真实发生在自然环境中的行动选择。当手滑的那一刻出现，危险并没有因为他是公众人物而绕道而行，这反而让画面更具冲击力。原来极限探索从来不分身份，只有结果与后果。讨论这次事件时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太冒险了，不值得，为什么不做好保护？这些声音并非恶意，它们源自人类对不确定性的本能恐惧。但若仅停留在指责层面，反而忽略了事件真正值得被理解的地方。王一博这些年反复出现在户外、荒野、极限运动的现场，并非为了制造话题，而是一种长期、持续、带有自我修行意味的选择。他并不追求安全感包装下的刺激，而是直面风险本身，用身体去感受边界，用行动去确认自我。在于